朋友们好，我是石头，我现在湖南湘西州花园县吉卫镇的夯来村。这个地方呢是一处山洞，这个山洞呢叫做夯来洞。在我的右手边呢，这是当地的一位大叔，他就在山洞里面烤酒，据说好像是在这里面烤酒烤了10多年，是不是啊？对。啊，这是一个烤酒的酒桶，是不是啊？就凳子，就是那个这边煮，这边烤。哦，这边煮，这边烤。上面这个是棉被，是用来干嘛呢？是盖不是那个是晒到太阳，所以那个哦，太阳可能就是温度比较高，要盖着棉被。对。其实这种烤法的是不是你们祖传比较古老的一种家庭作坊的一种烤法？对，也是我家是唯一祖传下来的。唯一祖传下来。那你们家烤酒有好几代人了，是不是啊？有3代人了。有3代人啊！我看上面好像有刺绳，这是你从上面运送一些比如说玉米啊、煤炭之类的，对，都从山顶上运送下来的。对。哦。那是以前那个路那交通不方便吧？交通不方便。对。哦。想那个办法划进来的。交通不方便，就从山顶上运送下来。大叔啊，听说你的酒啊都是藏在对面的山洞里面，是不是啊？对，就是全部都放那边。哦，我看到那边有一座梯子，就是在那个位置是吗？对。哦，其实这就是纯天然的一个酒窖。这个洞啊，看起来非常的气势磅礴。大家看一下，其实周边呢都是悬崖峭壁，大叔呢就把酒藏在山洞里面，你看。所以说我就非常的好奇，我想进去看一看你的酒到底是怎么藏的，好不好？可以啊。好，那我们进去看一看。对。这边有一条小路，现在我们跟着大叔沿着这条小路走到山洞里面。从哪边走啊，大叔啊？这条路吗？这边这个不往那个。要往那边走吗？这底下是一处山洞吗？也是山洞。也是山洞哦。也可以往这里走，往这里出来。哦，可以往这里走，再往上面出来。哦，以前土匪藏的地方就是上面是吧？那现在你藏酒的位置也在上面吗？对。哦，也在上面啊。那我们现在就从这边走吧，从下面走，我们走上来，好不好？走一圈。其实这个地方啊，就在山洞的位置，都是非常的凉快的，冬暖夏凉。从大叔酿酒的那个位置往下看，感觉是没有多远的，但是当我们走下来之后，才发现啊，真的非常的难走，而且挺远的。现在几乎已经来到了山底下这一处洞口的位置，从这边再往回看，刚才我们就是站在那个位置所拍的，也就是大叔酿酒的那个位置，我们是沿着这条小路走下来的，基本上是没有路的。很不好走，这一处山洞往底下走，现在是没有水呀。如果是有水的话，这边是无法行走的，只能从上面的山洞走。这里很多杂乱的石头，非常大的一块。像这些山洞里面，也不知道是否藏的有一些野生的动物，或者是一些蛇之类的，还是要注意一点。如果是没有当地人的话，像这样的山洞，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进入啊。哎呦！哎！哇，这个山洞很深啊，里面很黑，整个山洞的洞口高度应该是20-30米左右，宽度是差不多15米左右。看一下，从这边走，哇，非常的凉快，好凉快，哎呦！哇！我们回过头再来看看这一处山洞的洞顶，上面有水珠滴下来，看到没有？水珠从
洞顶滴下来都要好几秒钟。在那里面听到有水流的声音呢。瀑布有瀑布吗？有。能不能看得到？这底下是不是像有河一样的？有地下河，地下水啊。有地下河的。我不是跟你说那个是排污那个源头水就是往这里过去的。排污的源头水就是从这边流过去的。所以说底下就是地下河了，我们是不能往那边走的。现在我们要从右手边这条岔道往这边走上去。哎呦，很潮湿，山洞里面像下雨一样的。看这边流出来的水，其实一路走过来是非常不容易的，爬上爬下的。从那边刚刚爬过了一个梯子，再从这边呢还要下一座梯子才能到达大叔藏酒的位置，就在我身后的那个位置。我就问他，我说大叔怎么这么艰难，还要把酒背进来藏在山洞里面呢？他说啊，他们家酿酒已经好几代人了，祖辈呢都告诉他一定要保持这种最原始的方法来储存酒，来酿酒。其实啊，这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苗族酿酒的技艺。看朋友们，我的朋友还在上方，我就是刚刚从这个楼梯走下来的，高度是10多20米左右，很险啊。给大家看一下洞口又是什么样的一副模样，看到没有？这是外面的山洞，洞内就是这个样子。看大树烤酒就在镜头前方的那一片位置。最开始我们就是沿着这底下走下来的，一路往下面走。大叔说以前原本那个位置啊是有房子的，当年土匪基本上是藏在那个地方呢，有一座房子就住在那里面。整整土匪大概在山洞里面藏了2年多的时间吧。再给大家看一看这一处山洞里面的情况。这边是长了2棵比较高的灌木，看这边好像是通了电的。大叔藏酒的位置就在里面了，待会儿呢我们直接进去。大叔，你这个酒大概放了多久时间了？哎呀，有7、8年了吧。有7、8年了。啊，对。好，那我们待会儿要品尝一下。上面还有一层。啊，上面还有一层，我们看镜头能不能看得到？打个灯看一下。那上面没有那个灯了，没按。哦，上面你不装灯了。这一处山洞好像不怎么深哦。这也不深，40-50米嘛。40-50米的那个样子。像这样的酒坛子，大概每一个能装多少酒啊？300斤的。300斤左右啊？200斤的。哦。500斤的都有。像这个酒，如果放了7、8年，它会不会把那酒精散掉一下？不会。不会的啊。越会放酒越香的。哦，酒越放越香，说明这个山洞呢是天然的一个储存酒的一个酒窖。对。肯定这个酒啊特别的香，也特别的好喝啊。看这些酒坛子啊，上面都好多一层飞了哦，看得出这个放的时间都非常的久。像它这个酒坛子的上方这个口子这个位置啊，要专门的处理嘛？处理啊，对，要专门的处理，它这样子酒才不挥发出去，是不是啊？这个是那个挥发，那是有害物质，那个就是成这个样子。哦，这样子的啊。哎，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好厚的一层飞，朋友们。我大概数了一下，大大小小的坛子大概有20-30个的那个样子，说明这里面的酒现在应该都是有个1万多斤酒啊。对。就是这块位置大概有1万多斤。对。那你这个酒基本上往外面卖的话，大概多少钱一斤？那个是70-80，一般都是70-80，一年10吧。70-80，那也不贵啊。一年10了，7、8年就有70-80啊。
哦，一年就是加个10块的样子。对。这样子，那1万多斤卖的话，差不多有10来万的那个样子。对。我们等一下尝一下好不好？好。不要那么多。这个我感觉有点多，好像有个曼花酒，这个是叫曼花酒。曼花酒是什么意思啊？曼花酒它就是度数高了吧？哦，度数就比较高，上面还有一些泡是吧？对。哦，你这个酒是全部玉米陈酿的吗？都是玉米陈酿，都是玉米。那你是自家种的玉米还是怎么的？我是自家种的，多数是自家种的。大概种了多少亩玉米啊？都是有20-30亩。20-30亩，那这样子的话，一亩有个1000多斤，有那一年有点量，大概有好多斤的玉米啊？大概有30万斤。30万斤，能酿出大概多少酒？但是它出酒量是50%的。30万斤，那就是1万多斤，一年1万多斤，一斤70-80，那一年的收入都是10多万，10多20万左右，在大山里面非常的不容易。朋友们，废话不多说啊，我们这个酒有点多了啊，我们先倒回去一点，少喝一点。这个酒挺贵的，但是大叔啊非常的舍得，我们尝一下看啊。怎么样？香，特别好，特别的醇厚。但是这个酒呢，度数有点高了。对，喝起来度数有点高。有点高。这个度数一开始你酿的时候大概有多少度？大概我放的是57-8度左右。57-8度。对。怪不得放了7-8年之后，都听到有点麻麻的味道了。都感觉这个度数挺高的。像一般放了8年之后，这个度大概还有多少度数？大概有1-2度会塞进去的。1-2度的散走，那就是55-56度的样子。对，确实非常的香。再来一口啊！其实大叔在这边烤酒呢，也真的挺不容易的。一个人独自在山洞里面生活，种点玉米，每天呢的工作就是烤酒。好了，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喜欢石头，请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拜拜。朋友们好，现在我和我的朋友啊，准备进入一处山洞。其实这个地方啊是非常偏僻的。我们刚才进来之前呢，在寨子里面也问了当地人，他们说这处山洞呢叫做雷公洞，它位于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石栏杆镇。这处山洞呢就在镜头的前方。现在是我朋友开车，这段路啊真的挺不好走的。据说啊，这处山洞在解放之前呢，可能还藏的有土匪，而且这处山洞呢，好像这条土路，也就是现在我们所开车进来的这条土路呢，才刚刚修通，大概1个星期的样子。以前呢，进入山洞是需要罚钱进去的，所以说我们也是非常的有幸。在夏天的时候啊，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凉快，很多当地人呢都喜欢来到洞口的地方乘凉、烧烤之类的。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来到了山洞的洞口，据说呢，车子是可以直接开到山洞里面的。现在我们就进去看一看。大哥，这个山洞像这样的路况，你也是第一次开车进来的吧？是第一次开。哎呀，太野了，感觉怎么样？特别凉快，特别凉快啊！不要看它冷的。对，给大家看一下，你们看这个山洞啊，里面竟然可以开车，真的是太神奇了，朋友们。
在湘西这边啊，像这样喀斯特地貌的山洞非常的多啊。你们喜欢这样的山洞吗？竟然可以开车进入山洞里面乘凉，真的是意想不到。进入山洞之后啊，可以看到光线是不好的，所以说我把车里面的灯光给打开了。其实在山洞里面呢是要注意的，因为这个山洞呢这条路是刚刚才修的，具体的路况怎么样我们也不清楚。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山洞的洞壁呢还是挺高的，达到了应该是我估计应该是10多米的那个样子。前面的路况好像不太好走了，给大家看一下啊，前面可能是无法通行，我们已经走进来挺深的了。旁边还看到有一条小河啊，那里面还流着水，也不知道这山洞里面到底有没有鱼啊。待会儿呢，我们要把车停在大概山洞中间的位置，走路进去看一看。没带手电筒，我现在把手机的电筒打开，车子只能到这个位置，我们走进去看一看。哇，非常的凉快。这边感觉很深的样子，旁边有一条小河啊，水流的声音听着非常的舒服，也不知道有没有鱼啊。这边好像路并不是那么好走，感觉底下的这些石头啊，它好像是凹凸不平的，刚刚填起来的，而且这些大石块可能会把轮胎给划破，所以说我们就不开车进去了。我觉得这个位置应该是不可以开车进去了，因为我的也是那种普通的轮胎嘛，不是那种 IT 胎。大哥，这条路可能我们开车不能进去了。对，可以看一下底下的这些石块啊，非常的尖锐。你看这些石块可能会把那个轮胎给划破，所以说我们可能不要开车进去了，我们就在这大概这里走一走，看一看，感觉非常的凉快。这个地方，你看这个水流很大，是不是？对，听着这个水声啊，都感觉这个水流很大的。我们直接走路去看一看。其实这个山洞啊，这个洞壁看起来还是挺高的，它是一个带斜坡的样子，非常的凉爽。也不知道这样的地方开发好之后有没有游客过来玩啊？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湖南尤其是湘西这边呢，是非常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区，像这样的溶洞呢是非常多的。我们还知道，在解放之前，像这样的山洞呢，一般都是藏着土匪的。到底这处山洞呢有没有藏土匪？其实我并不是那么想去了解。我最好奇的是这处地方啊，是一处非常凉快的一处地方。也是一处凉风洞吧。每当到夏天的时候，据说啊，这里会有很多当地的一些朋友来到这边烧烤啊、乘凉之类的。前一段时间，我相信大家也知道，我去了龙山里耶甲市那边有一处凉风洞，还在山洞里面呢，还在洞口吃了饭、煮了饭的。但是今天这处山洞呢，好像人并不是那么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山洞这边呢，还有当地的一些朋友在烧烤。可以看一下，当地很多朋友都是开着摩托车来到这边的。这个山洞的洞口呢，并不是那么大，大概整个洞口的高度应该是差不多15米，接近20米左右，宽度呢应该是大概5、6米的样子。这里有很多当地的小哥在烧烤。你们好啊，在烧烤是吗？哦，我看还带了很多西瓜、啤酒，哦哟，好多吃的。这个地方很凉快啊。谢谢，我看一下，你们都是本地人吗？对。哦，前面寨子就是你们寨子还是什么的？不是，我们是隔壁寨的。隔壁寨的，大概过来有多远？有20来里路吧，20-30里。
哦，20-30里，特地跑到这边来烧烤的。对呀。哎呀，感觉这个地方夏天真的很凉快。对，很凉快的。现在这个山洞是准备开发旅游还是怎么的啦？感觉应该是的，估计以后会吧。哦，估计以后会。因为这里都填路了，这。哦，以前是没有路的哦，人是只能坐船。我听说好像只能坐船进去哦。对。这条路大概修了多久时间了？修了1个礼拜了吧？哦，才1个礼拜。对。那我们应该是很有缘啊，这进入山洞里面，直接开车进去了。对。这条河你们知道是从哪里流过来的吗？这个我们也这个不知道，就不怎么也不知道，找不到它的源头哦。还没走到尽头呢，我们都没有进去过。没进去过。这个山洞大概有多深啊？这个也不知道。也不知道。像这个河里面有鱼吗？里面应该没鱼的。哦，鱼都在下面的水库哦。对。哦，好，那也谢谢你们啊。好。我在洞里面大概待了20多分钟的样子，都感觉身上很冷。可看一下我左手边，这里有条小河，河水是很清澈的。我在想，可能底下水库的鱼会往山洞里面游。刚才在洞口的时候遇见当地的一些朋友，我问他们这一处小河它的源头水到底在哪里，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说这个山洞啊很深，现在呢底下的这条路呢刚刚修通，大概1个星期左右，准备开花的。这个地方啊真的是一个天然的避暑胜地，到了夏天啊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洞口可以停车，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朋友们，你们喜欢这样的地方吗？喜欢石头请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拜拜。朋友们好，我是石头，今天又来到了大山里面，这应该是第5次来到这个地方了。我身后有一处独栋的房子，木房子，一直想来拜访这个房子的主人，好几次呢都没在家。现在呢，我们刚刚把车停在这个路口的位置，现在走下去看他在不在家，准备呢在这边想和他商量，把这座木房子租下来，去看一看。今天真的是很热啊，30多度的样子。这边是通了公路的，其实这个地方距离保定县城是很近的。从那个幽水河边有条马路，直接开车上来就可以到达这边了。这底下是主路。旁边这条马路呢是通往他们家的一条小路，现在走过去，房子就在镜头前方。这个地方啊，几乎来到了快山顶之上了，很偏僻。看，这是他们家搭的一个简易的棚子，在里面放了一些木材，这些木材到了冬天的时候就是烧火取暖的。煮饭也用这个木材，大山里面呢是不缺木材的。有条狗，应该有人在家，挺热情的。咦，不会咬人吧？你家主人呢？在家吗？在家吗？先过去看一看。哎呦，好热情啊！你看，来，好热情！哎呦，走，去你们家看一看。这里好多李子，看到吗，朋友们？这个应该是当地的一种李子吧？这个季节已经成熟了，可以吃的。我们摘一个试一下胃口，看怎么样。摘一个比较红一点的，有没有虫啊？这个还可以试一下。里面都红了，看到没有？挺好的。
像一般这些李子啊，不打药的，可以直接吃的，这都是野生的李子啊，上面都结满了李子了。其实我头一次来到他们家的时候，我就看起了这个院子，知道吧？这个院子作为一个菜地的话，非常的好。但是现在呢，它不种菜啊，里面都长满了一些野花，开满了花。其实这个位置是非常高的，这里如果做一个篱笆院子，种一些菜呀，非常的舒服。看这底下就是宝鸡的县城。看起来很近，但是如果开车的话，差不多要30多分钟才能到达县城呢。其实还是挺远的，弯弯曲曲的小路。房子好像是没开门哦。哎，这狗啊，总是在那个，你看，在我的脚边呢，转来转去的。这里还有一棵桂花树。这个应该是8月桂，到8月份的时候才开花。他养了一些土鸡啊，我看到了，在那个位置呢。这些土鸡都是散养的，放在山里面。其实这些土鸡啊，这样子养出来，它的肉质啊非常的好。这后面也可以作为一个菜地。这个地方我大概看了，只有他们家一座独栋的房子在这边，旁边是没有人的，大概好几百米嘛都没有房子了。这个院子是用那个水泥啊铺了一层水泥，一个院子挺干净的。看这些土鸡好黑呀，包括它那个鸡冠都是黑的，好黑的土鸡。这个菜地里面是不种菜的，有点可惜了哦。上了锁，没人在家了。这是宝靖的斗滩村3组。这边有没有水？我们看一下。应该，我觉得山里面应该是有水的。看，水源很方便。这个地方的环境你们觉得怎么样，朋友们？如果把它租下来，在这边种点菜啊，平时就干点农活，在这边直播，你们觉得怎么样？挺舒服的吧？周边都没有房子，很安静的。看这些鸡，看到有人过来之后，他们就围过来了。他以为我是给他们喂吃的。可能这家主人也许也住在城里面，也说不清楚。如果是去种地的情况下，他院子这么大一块地都没种，他干嘛要去种远处的地呢？所以说我在想，这个主人啊，可能住在山下，可能那么2、3天上山一次，有这个可能，以至于呢，我来了应该是第5次了，都没碰见他在家了。哎，这只鸡是什么品种啊？感觉和其他的好像有点不一样啊。它的羽毛很漂亮，这个感觉好像不是本地的鸡啊。有认识的吧，朋友们？那边应该是他修的一个洗澡的一个简易的棚子。一般像这样的木房子呢，在山里面都是开间3间的结构。中间都是堂屋，两边是卧室偏房，在那边呢有一座偏房，一般都是作为厨房的。以前呢，像农村里面这样的房子都是养牲口的，比如养猪、养牛。现在呢，很少有人养猪、养牛这些了，一般都是养一些鸡鸭之类的。因为养猪、养牛呢，每天你还需要上山去喂养，比较麻烦。现在的人呢，都是为了简单一些。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都可以去买嘛，你比如说要种地的话，以前养牛呢是为了犁地才养牛，
现在呢都是一些机械化了，所以说地里面也不需要牛去犁地了，所以说在大山里面呢，几乎养牛的很少了。挺有遗憾的，来了几次都没遇见这家的主人在家，我相信可能又是外出了，只看到他养的鸭子还有鸡狗留在家里面，大门是锁上的，真的挺遗憾。我原先的想法呢是把他这座房子租下来，在外面呢种上一些菜之类的，在这边呢直播，记录大山里面的一个生活。哎，下次再特地过来再来拜访他吧。待会儿呢在这里航拍一段，给大家看看周边的景色到底如何。好了，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喜欢石头请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拜拜。湖南这边呢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区，很多地方呢很不平，都是高山峡谷还有溶洞。你看像旁边这些房子啊，就建在马路边的悬崖峭壁之上。朋友们好，我是石头，我现在湖南湘西州保定县。相信通过无人机的镜头，你们也发现了，这是一个非常深的峡谷，在峡谷的悬崖峭壁之上修了一条公路。其实这条公路呢，就是开凿悬崖峭壁而建的公路，但是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之下呢，就在道路的两旁还是建了有大概10多座房子的那个样子。我就非常的好奇啊，路过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景色啊真的挺美的，但是啊这里的居住环境呢也真的挺艰苦的，所以说我就停车下来在这边航拍呢，也顺便给大家看看周边房子他们所建的地方啊到底有多险。好不容易啊在这边找到一处比较宽的位置，把车停在那个位置，就在这里航拍的。刚才航拍的镜头我们也发现其中有2座房子，他们所建的位置是非常的险峻的，也就是镜头前方的那座房子，看到没有，就在弯道之上，底下呢就是一条小河，这条小河呢也是幽水河的重要支流之一。那座房子呢就建在悬崖峭壁的边上，而且是在弯道之上。从那座房子再过来有一个小隧道，过了隧道之后也在弯道之上还建的有一座房子。其实这2座房子啊都是没有一个完整的地基的，他们都是在悬崖峭壁的上方把那个水泥柱啊支撑起来，上面呢再倒上一块水泥板，在水泥板之上建的房子。可以想象这里的环境是多么的恶劣。实际上呢，这个地方啊，如果没有这条公路的话，它的交通是非常的闭塞的。我们再看镜头前方的那座木房子，原本呢就建在山脚之下，其实它被这条河啊阻隔了。以前呢那座房子也是住着人的，后面呢这边是没有桥过去，以至于呢那座房子就没有路可以通往那座房子，所以说后面我们也问了当地人，那座房子啊现在是空着的，没人去住了。我们再来看看身后的这几座房子，其实在这个地方啊大概有，我数了一下，应该是10多座房子的那个样子。虽然在大山深处，交通呢地理环境并不是那么好，但是这些房子啊都建得挺好的，基本上都是楼房。看镜头前方的这座就是2层半的楼房，后面呢那座还是3层的，旁边还有座木房子，其实房子都是建得挺好的。
我大概看了一下，这几座房子的院子是最宽的，其他的房子啊几乎都是没有院子的。这里我就有个疑问了，像这样的环境之下建房子呢，像这样的2、3层楼的楼房啊，实际建起来的话，它的费用啊也达到了几十万。其实这里距离宝鸡县城呢也就几公里的路程，如果拿上这几十万去到城里面买一套房，会不会好一些呢？朋友们，如果换作是你啊，你愿意在这边自己建房，还是愿意去城里面买房呢？也欢迎朋友们你们评论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其实这底下的这条马路呢还是挺宽的，这条路呢以前是去往完米坡的老路，现在呢修了千青公路之后，所有的车呢几乎都走千青公路，很少有人往这边走了。这边呢后面还有一些乡镇，还有一些寨子的，也比较深啊。我们待会儿呢要往县城那边赶。其实在那一处崖壁之上，也在几乎到山顶之上还是有寨子的，刚才航拍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了。其实这就是我们湘西农村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很多人呢宁愿在大山里面建房子，也不愿意搬到城里面去住，因为在农村里面呢有自己的土地，可以种些菜，这样子的话生活起来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压力吧。其实在城里面呢，每天你除非有工作，要不然呢你要做点小生意，要不然在城里面真的是很难去生存的。不像在农村里面，自己种点地呢，种点稻谷就可以养得活一家人。快下雨了，我们也要离开了。在大山里面环境真的挺好，但是蚊子也挺多的。视频的最后，石头也想问大家，如果换作是你是宁愿花几十万在大山里面建造这样的房子住下来，还是愿意花几十万搬到城里面去住呢？当然因人而异吧。也希望大家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啊，我们一起来留言讨论一下。好了，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喜欢石头请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拜拜。